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老公，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今天我们来聊2024十大中场。胖叔说过，曼联联赛赢一场，我们更一期。上周做客富勒姆，人家联赛排名高达第10，胖叔以为又能休一周。想不到曼联以下克上，爆冷获胜，胖叔只能无奈春节加班做视频。趁这个机会，祝各位朋友新年快乐，各位老公多福多寿。新的一年都来胖叔频道坐坐，我们一起上分析、上特效、上日语，早日实现3上自由。今天是我们高阶数据4部曲的第5期。那前4期我们讲完了正负值，也讨论了局限性。比如切尔西的队长恩佐属龙，那去年本命年陷入了一个怪圈，一缺阵切尔西就赢球。数据扭曲到天空体育还特意做了个图拷打恩佐，说切尔西有恩佐65场胜率只有 32%， 没恩佐19场胜率 84%。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照胖叔的上一期视频英超10大假腿。那有没有一个数据模型能够更全面的衡量球员的能力呢？那各位算是来着了。今天胖叔给大家介绍一个数据网站，叫做 FBref。FBref 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给每一个球员列了一份成绩单，为核心的数据排序。这份成绩单会统计球员过去365天在欧洲5大联赛加欧冠、欧联的每90分钟数据，并且和同位置的球员排序。这个成绩单由上到下分为3块：进攻、传控、防守。进攻版面呢就统计进球、助攻、插够、射门这一类；传控呢就统计传球成功率、向前传球次数、向前带球次数等等等等；防守就统计铲断、拦截、解围之类的。具体呢，每一项定义 FBref 都有，胖叔就不一一赘述了。我们以 Shot Creating Action 为例，那恩佐过去1年每90分钟创造射门 4.1 次。单看这个数据呢，也不知道是高是低，但是 FBref 会告诉我们，5大联赛中场均值只有 2.6， 恩佐超过了全欧洲 91% 的玩家，是精英级别的。那这里面排名第一的是德布劳内的 6.77 次。一目了然啊，即便赶上了本命年，恩佐在进攻方面仍然是同位置的顶级，传控属于中上，而防守数据略差。现在过新年了，相信恩佐的表现会越来越好。这个成绩单其实很有意思的，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像什么霍伊伦德射门数是全欧前锋垫底的 1%， 桑乔成功争顶数是全欧边锋垫底的 1%， 越看越好看。那详细的分析呢，来日方长，大家可以点击下方预约。只不过曼联下2场对战排名是13名的水晶宫和排名15的热刺，都是我们英超下半区的关键卡位战，胜负难料。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希望大家为胖叔点赞、关注，一键3连，爱你。今年过年呢，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胖叔手动统计了42个中场过去1年的数据，分为传控指数和防守指数。传控指数呢，就是把每90分钟的创造射门、向前带球、向前传球和成功过人加起来。比如恩佐总的传控指数呢就是 14.21。防守指数就是把每90分钟的铲断、拦截、封堵、解围和成功争顶加起来。恩佐的防守指数就是 5.64。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们可以拿2个指数分别排个名：10大进攻中场、10大防守中场。水2期。但是英超联赛呢，现在只剩15场了。曼联按照这个趋势呢，估计也就赢5场，留给胖叔水视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就简单粗暴把传控指数和防守指数加起来，咱们给中场排个序，看看2024年的10大中场。第10名，皇马的克罗斯，传控指数17，防守指数5，总指数 21.9。克罗斯呢，虽然在24年退休，但是他退休前半年的表现就足够成为10大中场的门板。而且克罗斯的传球总数、传球成功率和向前传球次数都是5大联赛中场的前1%，真可谓宝刀未老。第9名，巴黎小将若昂内维斯，传控指数 13.7， 防守指数 8.3， 总指数 22.0。内维斯24年夏天6000万从本菲卡转回大巴黎，至少在这份榜单上，内维斯对得起自己的身价。其中内维斯的铲断是10大中场的第一，平均每场有 3.77 次。那朋友们注意啊， FBref 在做分组排序的时候呢，只收录了5大联赛加欧冠、欧联的数据，所以这里内维斯的数据只包含了在大巴黎的表现。怀疑内维斯在葡超刷数据上榜的朋友呢，就多虑了。那有朋友会说，他倒是没在葡超刷，但是在法甲刷难道不是刷吗？那胖叔提前剧透一下，前10里法甲就他一个上榜了。小伙子还是不错的，希望他能像另外2位葡超6000万身价的前辈逼哥和乌加特一样，越踢越好。第8名，皇马的莫德里奇，传控指数 18.1， 防守指数4，总指数 22.1。同为典礼中场，又是金球在手，莫德里奇的地位无需赘述。39岁高龄还能入选前10，可谓是越老越摇。莫德里奇的拦截是10大中场的第一，每场 1.08 次。到了这把年纪，防守当然不能再靠速度和身体，而是靠经验和判断。第7名，曼城的德布劳内，传控指数 20.2， 防守指数 2.4， 总指数 22.6。
岁月不饶人，丁丁天价从狼堡转会曼城，仿佛还是昨天，如今已经成为了榜单上仅次于莫德里奇和克罗斯第3老的存在了。正如视频前面所说，丁丁的每场比赛创造射门机会不仅仅是10大中场第一，更是欧洲5大联赛第一。巅峰丁丁要是来排10大，不说第一，前3应该总是有的。第6名，阿森纳的厄德高，传控指数20.6，防守指数2.7，总指数23.3。枪手队长，中场核心，所有进攻和传控数据都是欧洲顶尖。但体育竞技很现实，正如萨利巴所说，枪手这批青年才俊如果拿不到重要锦标，就始终进入不了最佳球员的讨论范围。厄德高想要赢得与自身实力匹配的历史地位，还需要带领枪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第5名，药厂的扎卡，传控指数19.2，防守指数4.2，总指数23.4。前枪手队长，中场核心，转会药厂的第1年就打破了拜仁对联赛11年的垄断。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碍于扎卡32岁的年纪，聚光灯他必然只会打在维尔茨、弗林彭甚至主教练阿隆索的身上，所以厄德高和萨利巴们更要看到前车之鉴。足球世界很残酷，巅峰末年再夺冠，可能大家认为你不再是大腿，只是一个僚机了。第4名，曼联的大逼哥，传控指数17.7，防守指数6.2，总指数23.8。又一位队长，又一位中场核心，但是跟厄德高相比，逼哥至少有3点优势。第一，逼哥不仅进攻和传控数据都是欧洲顶尖，防守数据也很亮眼，可谓是攻防一体。第二，逼哥就算俱乐部拿不到锦标，至少还有国家队。第三，逼哥就算国家队拿不到锦标，至少还有 B 站。那反正10条大腿也好，10大中场也好，胖叔在 B 站1天就有你逼哥1天的名额。那咱们的霍伦和加纳乔都等不及在10大前锋和大家见面了。第3名，拜仁的穆西亚拉，传控指数20.1，防守指数4.8，总指数24.8。穆西亚拉是拜仁和德国国家队炙手可热的中场新星，每场过人3.91次，也是10大中场之首。孩子当年是切尔西青训啊，U21之前都是代表英格兰出战，和加拉格尔、奥多伊都是老同学。但穆西亚拉觉得国家队有凯恩队长，争冠无望啊，最终选择代表德国出战。想不到你躲得了初1，躲不了15。老队长转会拜仁，那联赛冠军也丢了。要我说呢，你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生涯规划堪忧。你说你才华横溢，又是英国户口本，你就直接签约曼联，合同年你使使劲儿，其他时候往病床一躺，你和学长芒特卢克肖一起打打使命召唤，不香吗？第2名，药厂的维尔兹，传控指数23.6，防守指数3.7，总指数27.3。要说欧洲的当红炸子鸡，维尔茨认第2，我想不到谁能认第1。这哥们儿每场向前带球推进5.67次，是10大中场之首，创造射门机会和场均过人是10大中场第2。目前药厂想要在合同里加一个1.5亿的违约金，维尔茨方想改成1亿。无论最终的违约金是多少，这哥们儿转会应该只是时间问题了。不知道弹幕认为会花落谁家。第1名，曼城的罗德里，传控指数20.7，防守指数6.9，总指数27.6。那胖叔过去5期视频，从正负值到 FBref， 无论怎么排，罗德里的高阶数据都是数1数2的。要说逼哥攻防一体的话，罗德里可能就是10项全能。这哥们儿防守指数在10大里排第2，进攻指数也排第2。但胖叔毕竟是个曼联球迷，就不能再吹了，再吹就有出轨的嫌疑了。那有朋友会问，你这10大中场，典礼中场3个到了2个，还差1个呢？那卡塞米罗如今作为我们曼联的弃将，胖叔要给他说几句公道话。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发现啊，粗暴的把传控和防守指数相加，总和会过度的向传控倾斜。你毕竟场均向前传球动辄10几次，但是铲断解围呢，一场顶天也就2-3次。因此前10基本都是进攻中场，就算有后腰，也是扎卡和罗德里这种有向前传球绝活的。你像胖虎、乌加特还有凯塞多他们呢，就受委屈了。那这种倾斜该怎么调整呢？胖叔做了一个散点图，可以有效的处理这个问题。只不过处理数据花了不少时间，那希望各位好老公给胖叔点个赞，支持一下。3、2、1，好，谢谢各位的支持啊！只是不知道各位老公是只给我点赞呢，还是去别的视频也点赞？这个散点图呢，纵轴是传控指数，横轴是防守指数。球员越往上，进攻越强；越往右，防守越强。这批中场球员就形成了一条斜向下的椭圆区间。那这也很合理，毕竟球场上各司其职，进攻贡献越多的球员，往往防守贡献越少。而能超脱于这条椭圆区间的，就是我们数据超模的球员。正是我们10大里面的前3，罗德里、维尔茨和穆西亚拉。其中维尔茨的进攻数据鹤立鸡群，而罗德里可以说是最全面。还有一位就是孤零零在右下角的卡塞米罗，他在防守端的数据和维尔茨在进攻端的数据一样，一枝独秀。那不愧是典礼中场啊！廉颇虽老，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不过有一说一，胖虎的防守数据呢，也要打2个小星号。
一个是胖虎曾经在去年呢客串了几场中后卫，防守数据也许会因此比纯中场多那么一丢丢。更重要的是弱队出门将，上赛季曼联一度连场被人射20几脚，搞得卡塞米罗场均 3.2 个解围、3次阻挡和 3.9 次铲断，可以说是为曼联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回首卡塞米罗的曼联生涯，也许球迷只会记得他的失误集锦和英雄迟暮，但曼联混乱的后防线总要有人买单，你越积极你就越可笑。固然在丢球时被晃倒的胖虎和马奎尔们像个小丑，但人家污泥满身是因为赶趟浑水，真正值得羞愧的是因为不回防都没有出现在丢球回放镜头里的这些球员们。那马奎尔现在好歹蹭着343的红利，口碑翻身了。可惜胖虎呢，因为年龄和战术适配性已经被曼联新帅阿莫林彻底放弃了。那说到阿莫林啊，哥们儿本事不知道多大，动静倒是不小。今天说这是最差的一届曼联，明天就在更衣室里砸电视，现在更是直接开炮，说我宁可让50多岁的这个守门员教练坐板凳席，我也不会让阿什福德坐板凳席。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不愧是诗人。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上司，需要刚柔并济，不是阴阳怪气。那这就不得不说到我们的模范上司小南了。上课了，大家都回到座位上。话说一次，女上司小南和下属出差遇到了台风，被困在了外地。那这里就心疼一波小南。胖叔5期视频，小南出了3回差，这工作强度也太大了。建议小南多跟卢克肖学习一下怎么样躺着挣钱。那小南和下属就被困居酒屋，点了一些烤串。窗外风雨交加，小南说：“这下只能找个地方住下了。”下属说：“这么大的台风，现在还找得到房间吗？”小南一瞪眼说：“这不正是你的工作吗？”那结果下属出去打了一圈电话，回来就说：“还是不行啊，所有的酒店都满员了。”小南就伸手说：“手机给我。”然后扫了几眼说：“这家酒店不是离我们很近吗？”下属说：“但是这个网站显示满员了呀。”小南就无奈的摇摇头，笑着说：“还是打电话确认一下吧。”电话接通，小南就说：“もしもし，今晚2个人。真的吗？明白了。じゃあ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有朋友会问，为什么小南只说2个人，都不说要2间房呢？工作是不是有点太粗心了呀？那小南毕竟是一个高级经理，出差经验丰富，知道剧情推演到这儿呢，肯定只剩1间房了，因此也就不用废话了。放下电话之后呢，小南俏皮又得意地说：“这不是有房间吗？”那下属就哑口无言。小南这个时候叹了一口气，托腮道：“不过只剩1间房了。”看这个背景音乐配得好啊，还是人家这个后期做得好。只剩1间房了，这样的天气也没办法了。不过一会儿的话，足天君，私に手出さないでしょ。小南的道具是个烤串啊，我就暂时拿这个代替一下。我们来讲解一下重点啊。阿塔西是我，手出就是出手。日语好多词汇呢都是汉字的倒装，比如中文说出手，日语汉字就会写作手出；中文说出力，日语汉字就会写作力出；中文说初中，日语汉字就会写作中学校。中学校有点意外啊，这个规律不好找。总之这句话连起来的意思呢，就是足天君一会儿可别对我出手哟。什么叫领导的艺术？前一秒言传身教，后一秒料事如神。看看小南，刚柔并济，张弛有度。不是你不能喷球员，你偶尔输球了，像爵爷一样开吹风机，让大家都紧张起来，没问题。但你现在天天喷，把球员都喷审美疲劳了，你偶尔有点技巧嘛，你撒娇。拉什福德君这赛季可不要让我下课哟。最后我们讲一下重点词汇阿塔西。那很多朋友都知道，日语里说我都是瓦塔西。那阿塔西呢，一般是年轻女性的自称，没那么正式，带一点点可爱。这就像在中文语境里面，有时候小姑娘不说我，会说人家。那不同的是啊，如果你听到对面姑娘自称人家，那往往是对你不反感，还带了一点撒娇。有经验的球员就应该立刻敏锐地捕捉到你的射门机会了。可是在日语里，你可别一听到阿塔西就想起脚。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阿塔西在日本女性里应用的很普遍，它不一定带着撒娇。如果真的要捕捉日语的撒娇的话呢，那应该是……好了，不能再说啊！最近胖叔后台全都是装女粉催更的，我再教下去，粉丝又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了。普通的假女粉还好甄别，关键你还要写小作文的。有个粉丝说自己不是足球迷，是文学区那边过来的，但还是被胖叔的文艺气质所吸引，就算看不懂足球，还是愿意来看胖叔的视频。我还跟他聊了半天《红楼梦》，到底还是男人了解男人。
胖叔最近上了几次当，疑神疑鬼的，看着胖嫂都觉得像个大屌萌妹。今天就聊到这里了，课代表留一下番号，感谢各位一贯的支持，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期再见。